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關心到的是，在伊朗的部分，穆吉塔巴下令濃縮鈾，他說絕不出境。再來就是伊朗的飛彈、無人機，現在根據了解已經全面的復活，美軍彈藥見底，軍售又喊卡，川普這時候不敢再打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在場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厲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記得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在留言區寫下熱推。如果希望跟我們互動，跟我互動可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也請大家幫忙按下熱推鍵，如果有看到這個鍵的話。今天呢，節目我們要特別來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先來看到有關於美軍戰力的部分，在這一場美伊戰事打到現在，美軍的戰斧飛彈已經發射了超過1000枚了，這是最新的一個數字統計。那麼薩德系統現在也消耗了大約最多呢，甚至達到了80%。愛國者飛彈的庫存現在也已經這個過半見底了，美軍真的還撐得住嗎？第二件事情是，沒有想到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在此刻又再出來喊話了，怒嗆說濃縮鈾我們絕對不會送出去外面。同時呢，他也特別提到了這個伊朗的戰力的部分，現在無人機他說6個月內已經快速的回血了，飛彈庫存還有70%，地下的飛彈基地還有90%都已經正式的重啟。難道伊朗在為下一輪的反攻全面備戰嗎？最後一件事情，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現在喊說對台軍售的部分140億美元確定要暫停。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聯合空對地的飛彈庫存剩不到20%，還有42架軍機是戰損的，損失金額高達290億美元。所以川普現在說他要談判，是要止戰，還是為美國內部來做止血？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來一起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最高領袖這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爆料，穆吉塔巴下令說濃縮鈾絕對不得運出國境。大家就在看說，穆吉塔巴你的底氣到底來自於哪裡呢？那麼西方媒體特別做了一個披露，整理的是 CNN 跟紐約時報2個媒體特別一起整理起來的這個數據顯示，伊朗的軍工體系因為正在快速的恢復，給了穆吉塔巴更多的底氣，包括在無人機的產能上，最快6個月內就會完全可以恢復。再來就是飛彈的庫存仍保有70%戰力，機動的發射車現在有70%正在正常的運作當中。再接下來包括了地下的飛彈基地，還有90%恢復運轉當中。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國過去說要癱瘓伊朗，現在看起來根本就沒有做到這樣子的一個事情。來自於美國情報圈，現在更擔心的是，伊朗接下來會做的事情就是透過無人機海的戰術，恐怕是接下來他會打的這個戰術。那麼一旦戰事再起，以色列跟波灣都在伊朗的打擊範圍之內。另外，華府還有擔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來自於里海這一條線，有了來自於俄羅斯的各種武器上面的資源協助，包括俄羅斯現在正在透過里海這邊持續向伊朗輸送的物資，有無人機的零件、飛彈相關的材料，還有穀物、民生物資等等。而且這些里海是美國進不去的，原因是因為根據2018年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約，美國的軍艦是不能進入到里海的。所以華府智庫這樣說，他說里海對於美國來說幾乎就像是不存在的黑洞。節目一開始特別要請教苑老師了。我們先來看到穆吉塔巴下令的這個濃縮鈾，他說絕對不會送到國外去。那麼伊朗是真的有足夠的底氣去喊這樣子的一個話嗎？再來就是里海的生命線對於伊朗的軍事能力有多大的提升？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裡頭的話呢，穆吉塔巴的個感覺上呢，就是從這句話裡面已經知道他的確是一個強硬派啊，因為說呢，伊朗的濃縮鈾絕對不往外送的時候呢，原來最早先是伊朗可以談的。是在談的。原來他們所有的這個談判的協議當中的話呢，就有。那麼最不能夠接受，完全不能夠接受任何的濃縮鈾沒有送出去的話呢，不是美國，是以色列以色列會面對直接的威脅。那麼現在的話呢，我覺得呢，你剛剛問到我說伊朗有沒有這個底氣的話呢，我覺得呢，伊朗有2方面的底氣。
但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底氣是第3方面。前面2方面的話呢，伊朗自己的飛彈也好，無人機剩60%，飛彈的話呢，除了制造能力的話呢，還有70%。另外，飛彈發射器的話呢，據說呢也有65%。那再加上他們地面上的話，地底下的制造武器的這個能力的話呢，沒有受到美國狂轟亂炸的減損，所以這是第一個。然後第2個的話呢，伊朗呢面對了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當中呢，會底下有這個袖珍潛艇，然後上面的話呢，影響到這個世界的經濟，也構成了一個談判的王牌啊。那麼這個的話呢也是非常重要，也導致說它的這個濃縮鈾的話呢，大家都知道嘛，伊朗本身要生存，經過這一次的攻擊以後呢，確實是把美國看穿了。然後這個第3個部分的話呢，就是裡海，大家要知道，伊朗長期來受到了這個俄羅斯的那個軍火上的提供啊，其實原則上來講還不是中國了啊，受到俄羅斯的資源比較多。那地圖一打開看呢，裡海跟那個伊朗之間是有直接通行的啊，這個感覺上也比較接近。所以說呢，對於這個伊朗來講的話呢，這個情況如果武器源源不絕的話呢，這個最重要的，我覺得不管怎麼講，伊朗跟我們一樣，都是看穿了美國不敢打地面戰啊，以色列倒是很帶種。啊，納坦雅胡講說，我們就要幹啊，就要幹。那問題是說，以色列講說，如果我們單獨幹的話呢，沒什麼勝算；把美國拉下來的話呢，如果美國全國人都不活了，一起幹的話呢，說不定還有贏的希望。但是以色列的話呢，能不能夠控制美國，就看以色列的這個 lobby 的力量啊，就是以 AIPAC 的他們在這個美國的游說的力量，看能不能夠讓這個川普回心改意啊，因為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至少我們知道，伊朗目前已經看穿了美國。好，一方面美國也是迫於現實，不管是在軍事上面的壓力，或者是在成本上面，非常的燒錢打這一場仗。那另外一方面，剛刚說了，這個穆吉塔巴現在又喊話，說他還會再繼續打下去，可能會再做報復。再來就看到伊朗的戰力正在快速的恢復當中，真的有可能打這一場持久戰嗎？那酈將軍又怎麼評估？我們經常講打仗打後勤，內行的人是看後勤。後勤有哪幾樣呢？第一個補給，第2保修，第3衛生，第4運輸哈。那大概有這4大個項目。那我們從這4大項目來看看，這個停戰開始4月初停戰到現在這2個月，伊朗做了什麼事情？第一個我們看補給哈，伊朗第一個補給就是你東西沒有的話，你怎麼樣這個運來？那我們第一個看到伊朗在這場戰爭裡面，它的戰力保存做得很好。所以它很多的這種，包括它的導彈，包括它這個導彈的發射架哈，甚至於無人機，我們都知道它儲存在它的洞窟裡面。那美軍對它轟炸大概只是炸到洞口而已，對裡面的設施影響都不大。所以第一個哈，在這個方面來講，它自己本身因為在這個1個月的戰爭期間，它原來戰力保存得很好，所以損失的不大。第二個，我認為說是就我們剛剛講的，包括到俄羅斯可以透過裡海。對它利用這條運輸的路線，持續對它提供這個軍需的資源，當然包括到糧食的資源哈，因為補給裡面就包括糧食，我想說包括糧食，包括那油料是它自己本身都有的了哈。那彈藥來講的話，是不是俄羅斯從這個運用裡海可以提供給他？那中國在這方面到底有沒有幫忙？我們現在不敢講，中國是否認的。可是你知道有些東西是軍民兩用的物件，譬如說製造無人機所需要的晶片或者導彈所需要的這種零部件是軍民兩用的。那在這方面哈，伊朗有沒有可能借着民用的名義進口，然後將自己改裝成軍用？那第二個我們講說保修哈，這個戰時的時候一定會遇到戰損，就是武器裝備可能會被炸壞或損壞。你除非說是100%被這個毀壞了，不然的話我們通常都要講究維修的能力。如果說你就像是一輛戰車，如果說你有維修能力的話，它可能損失了20%，你很快維修完，它就是一輛可以這個作戰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沒有維修能力，就算是戰損，只是掉一個輪胎，你這個武器你就不能使用。但我相信伊朗自己本身來講的話，它因為長期被美國制裁跟封鎖，所以它自己有自己的軍工體系。我們看到包括到無人機，包括到這些導彈，甚至於飛彈發射架哈，甚至於無人機的發射架，幾乎都是它自己生產的。所以他自己有能力生產，他當然有這個人才可以做維修，所以他將他戰損的東西利用這2個月做好維修哈。那之所以說醫療方面，我覺得伊朗這個國家哈，這個平常講，他跟美國比較起來，美國比較怕死，他打這場仗還真的不怕死。我們看到他後續所謂組織了這個
上百萬人的這個保護他們自己基礎設施的這些人力來講的話，可見得在這方面來講的話，它的精神戰力是遠勝於美國的。所以基於以上幾點，我認為哈，這個停戰的這2個月，伊朗是不斷的利用這2個月時間哈。他不斷的不管是維修他自己的裝備啊，或者是生產他自己裝備，我覺得他现在又達到一定水準。可是反觀美國這2個月，我覺得可能川普在忙於其他事情，那美軍的彈藥不是這麼快就能夠生產得出來，他們都屬於高價值的這種高性能的武器，那絕對不是短時間能夠做得出來。所以在這個後勤方面，我覺得伊朗遠勝於美國。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納坦雅胡現在非常擔心哈，怕美國抽腿不再打這場戰啊，美國也有可能極可能抽腿，因為他後續發現他的後勤能力比不過伊朗。好，剛剛將軍也特別幫我們提到說，確實現在美國的這些高價值的武器因為被快速的摧毀當中，對於美國來說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壓力。那我們也來看到到底有哪一些高價值的武器，這當中包含的就是這一些美軍的彈藥消耗的狀況，實在是非常的驚人。來看一下具體的數字，戰斧飛彈發射了超過了1000枚那麼薩德消耗了大約50%到80%，愛國者飛彈消耗了過半。那麼其他像是隱形長程巡弋飛彈庫存剩不到20%，連本來要軍售給台灣的140億美元的軍售，現在也確定了，因為中東戰事的關係太需要這些武器了，所以呢，對於台灣的軍售的部分是暫時擱置、暫時停止的。那麼我們來看到花了多少的錢，因為這一次從這個美伊戰爭打到現在，一共呢根據統計，42架軍機受損跟擊毀，所以燒掉的成本是高達了290億美元。注意了，這個數字還不包含其他項目，像是中東基地有損害啊，部隊要重新部署，還有後續飛彈的補充跟軍備的支出，這一些項目都是非常燒錢的。也難怪現在川普不想打了嗎？那張將軍怎麼解讀？美國這個彈藥庫存急劇降低，有3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我們要看烏克蘭戰爭呢，打了第5年了，很多的西方國，尤其是北大西洋工業組織，比如說德國，還有波蘭等等這些國家，都把武器調撥去支援烏克蘭。那這樣他們要去補充他們的庫存不足，都向美國買，所以美國已經大量給他們這些我們所說的北大西洋工業組織這些国家，美國已經有大量的已經绷谷在那邊，美國的庫存當然就會降低啊。這個其實這是烏克蘭戰爭啊。那第二個，我們知道以色列啊，在這個巴勒斯坦加薩走廊這一帶跟哈馬斯的衝突，還有黎巴嫩黎南地區這個衝突，以色列向美國買了各式的彈藥15000個單位，他要補充啊，那美國也給，那美國這樣庫存就不夠多啦。同樣的，在這個伊朗的4天戰爭，美國大量消耗，那一大量消耗，真的庫存就要見底了。因為你們這個烏克蘭戰爭在用，這個以色列跟這個巴勒斯坦冲突在用，那現在他又在這個從2月28號打到4月初，總共40天，你這樣子，美國彈藥庫存真的就見底，而且都蠻貴的嘞。你看那個薩德系統愛國者的飛彈啊，一枚就是300多萬美金，換成台幣就是1億啦，很好記。都是價值不菲耶，所以美國要去想到還有2個這個重要因素。第一個，這個伊朗一半以上是山脈，然後另外40%呢是高原地帶，真正的平原跟那個河谷可以適合耕種的10%。所以這個上面它挖山洞，結果你那個精準彈藥打山洞，裡面你打的是掩體，裡面的武器裝備好的，所以伊朗它有戰力啊。你打的是掩體而已，為什麼？你那個在那個洞窟裡，你怎麼炸裡面？沒有辦法，所以這個伊朗的這個地形戰略，它是有戰略優勢，而且它又大，超過164萬平方公里，它又大，所以它優勢在這個地方。再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大陸對美國有做稀土的限制，現在都是精準彈藥，精準彈藥用稀土越多，那你這樣子稀土現在不夠了，不夠我怎麼樣能夠做？我有這方面的這個設備、人才、廠房都有，但是原料不夠。稀土這方面的原料不足，那我所能夠做的精準彈藥，現在打仗都用精準彈药了，不是像以前的自主火力把這轟來轟去，隨便轟，不是隨便轟。現在精準彈還有導引，這些導引的系統，你這個定位的系統都有稀土的成分在裡面，或多或少。那你現在稀土的
所獲的來源都被中國大陸給限制住了，而且中國大陸是對美國最大的稀土供應國，你一限制，那美国的整個產能受挫，那現在就是急劇的消耗，所以就变成了供不應求，所以美國造成這個狀況。是，所以他現在要不要再去打第二波的戰爭，他就在籌措了，會不會跟第一波一樣，也沒辦法讓伊朗屈服。剛才厲將軍講到了，美國不要地面戰會造成大量的犧牲。那這樣伊朗底氣就夠了，你不怕，你不願意打地面戰，那我就跟你打地面戰，你要不要來？所以美國是有所忌惮的，不光是地面戰不打，而且最重要的武器彈藥的大量庫存已經消耗了很多。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